第一 ，What can I do？ 第二 ，Why make this choice？ 最后 ，How to run company？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来了一位我们全球人会员社群里边刚刚在亚美尼亚开设公司，且本人正在亚美尼亚的老板，来做客我们顺手金洋频道。这位老板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选择亚美尼亚作为他人生的下一站？他目前在亚美尼亚有什么打算呢？他最近在亚美尼亚已经旅居1个多月了，又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a housekeeper UW。我有10来年的国外生活经验，现在刚刚在亚美尼亚创业。Alan， 我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你在美国医学博士毕业后荣归故里，为什么在2025年的今天又选择来亚美尼亚开始你人生的下一站呢？ Good question。首先，我高中那些年，周围的人普遍不出国，我自然成了别人眼中的另类男孩。美国的学习提升了我的能力和视野，毕业后取得高学历和高收入，我自然又变成了别人眼中的邻家男孩。我认为机会是靠主动争取的。其次，就我而言，当下正值人生第2次选择的关键期，家庭团聚更重要。选择把全家带来美国，收入高，但生活成本更高，压力大，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其次，回国发展不符合医学生发展路径，我能忍。但是经过去博士后工作站和医院求职之后，结合年龄和发展空间，我只能放弃。几经周折，我最终选择了亚美尼亚。主要原因有3点：一、宜居宜业。亚美尼亚位于外高加索地区，处于欧洲与亚洲交汇地带，民风淳朴，生活成本低，质量高，对中国人尊重认可，同时具备加入欧盟的较高可预期性，商业机会多，是移民定居和海外经营商业较为理想的选择。2. 核心中转，来到这里可以实现个人的中转，找到想要的生活方式，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还能邂逅一场人生的浪漫。来到这里也可以实现事业中转。亚美尼亚就像跨越欧亚美非的桥梁，是东西方的中转站。其文化包容、民族多样、习俗融合和教育优质的特点，使得这里充满商机，还能兼顾家庭的生活质量，让创业者无忧无虑，静心耕耘。3. 跳板美国。亚美尼亚护照最突出的价值是具备办理美国 E2 签证资格，并且是目前世界上符合美国 E2 签证资格的护照中，无需通过投资入籍，仅通过居住权换取国籍所需时间最短，且居住权期间不要求实际居住的唯一一本护照。另一方面，美国已于2022年12月宣布，投资入籍取得护照办理 E2 签证前，申请人需在入籍国连续居住满3年。根据这一新政，一步到位投资入籍取得护照，如格林纳达、土耳其，也需在入籍国居住3年后才可办理 E2 签证。因此，持3年永居后入籍亚美尼亚，办理美国 E2 签证是当前通过 E2 曲线赴美的性价比最高之选。 Alan， 这个送给你。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们觉得 Alan 讲得有道理，也一定请点个赞哦，这样 Alan 的声音和故事才能被传播得更广。2025年新年伊始 ，Alan， 你在亚美尼亚具体又有什么打算呢？说到打算，我用我最习惯的 What, Why, How 原则来回答 Shall 的问题。第一 ，What can I do？ 留学和医学是我的标签，后者在我取得本地执照之前不能为我所用，因此留学适合我去起步。第二 ，Why make this choice？就亚美尼亚人民而言，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和谦虚诚实人民的国家。中国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发达，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亚美尼亚和中国的饮食有很大的不同，但两国的关系自古以来都很好。两国在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的合作。比如很多亚美尼亚的同学对中医比较感兴趣，同时中国高校提供了高额的奖学金，这一点对他们非常的有吸引力。就中国的学生而言，对比起欧美主流国家的留学成本，亚美尼亚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就我熟悉的医学专业，亚美尼亚是一个致力于
医学研究和教育的国家体现在开设有多所医学院，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医学界有紧密合作，使得来这里学医的同学毕业后即使不留在本国职业，也可以作为一个跳板。最后 Help Run Company 开荒阶段，结合自身的优势和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在本地搭建一支专业的团队，包括咨询顾问、文书顾问、签证顾问等等，同时在两国高校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以便为留学生提供更准确、更高质量的信息。成熟阶段，公司需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包括专业的网站以及良好的口碑。总而言之，当我选择在亚美尼亚创业之后，我就做好了投入大量心血的准备。我选择亚美尼亚作为中转，因为这里有良好的商业环境，我相信我能行。感谢 Alan 对于自己人生和事业的独到分享。另外，你这一趟来亚美尼亚也有1个月了吧？在当地有什么独特而有趣的故事能够跟大家分享分享呢？1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亚美尼亚给我了美好的回忆。我对亚美尼亚的印象就是五彩缤纷，首先是红色。我去注册公司的路上遇到一位司机，他是亚美尼亚本地人。得知我没有零钱之后，他选择为我免单，并且热心地给我指了路。红色就是温暖，亚美尼亚人民无私的奉献支撑着我，也更加使得我坚信我的选择。其次是橙色，代表着成功。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国家的商人，比如说一位年迈的德国老爷爷，他在这边已经经营了10年的青年旅社。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幸参加他举办的派对，除了对德国炖牛肉感兴趣之外，老爷爷的故事一样吸引着我。老爷爷选择亚美尼亚从商，主要有2点原因：一是气候宜人，谁不想要一个工作环境好、氛围好的国家呢？其次，亚美尼亚交通方便，去欧洲、去亚洲简直不要太快。然后是蓝色，蓝色象征着包容。在这里我遇到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他们选择来这里，有的更多是务工，还有一些是留学生。因为我在刚刚说过，来亚美尼亚留学性价比直接拉到天花板，而且就拿印度的朋友来说，他们对留学的利用可以说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最后是绿色，在这里我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同胞，他们虽然来到这里时间并不长，但他们都像我一样充满着希望，更希望通过自己的汗水在这里付出耕耘，得到收获。我们在这边的华人有经营超市，也有经营酒店和餐饮的，大家在一起相互帮助，其乐融融。跨年的那一天，大家在一起包饺子，简直不要太香。有机会的朋友一定要来亚美尼亚看一看，我在亚美尼亚等你。再次感谢 Alan 来到顺手牵羊频道，分享自己独到的人生阅历和亚美尼亚创业的励志经历。Alan 把自己在亚美尼亚的创业方向定为了留学咨询，德国大爷把事业方向定位在了民宿，不少当地华人朋友把超市和餐饮作为了奋斗方向。其实以我在亚美尼亚从事商业和移民咨询的经验看，亚美尼亚的世界一流的珠宝业、绝佳地理位置和良好治安环境所塑造的旅游业、高等教育人才基础夯实的 IT 业，甚至区块链行业，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不错的创业方向。人生匆匆，机会稍纵即逝。2025年的亚美尼亚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最有机遇的国家之一。你准备好和亚美尼亚一起事业和人生双速双飞了吗？我相信 Alan 的真实故事和求索精神也能感染到屏幕前不少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又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或者通过文字信息栏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分享属于你的经历。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像是 Alan 这样有自己独到见闻和人生阅历的朋友来分享属于你的故事。谢谢大家。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周见，拜拜。